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喝牛奶的习惯，那牛奶非常的有营养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牛奶是早上喝好还是晚上喝好。那下面木子就给大家揭秘。我们先来说早上，如果你每天早上上班比较匆忙，就可以喝一杯牛奶。牛奶富含蛋白质、钙和维生素，既能给身体补充营养，还能为一天的工作增加活力。那晚上喝牛奶，因为牛奶呢含有色氨酸，可以促进睡眠，对缓解失眠有帮助。但是不建议大家喝得太晚，也不能够喝太多哦。所以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喝牛奶都是有很大好处的。那长时间喝牛奶，身体会收获什么好处呢？好处一，促进大脑发育，因为牛奶中含有大量的钙和磷，可以增强骨骼，促进大脑发育，很适合给孩子喝哦。好处二，增强免疫力，主要呢是因为牛奶含有蛋白质和氨基酸，长期喝的话可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力，让身体更健康。好处三，预防骨质疏松。那上面都说了，牛奶呢含有大量的钙元素，那经常喝牛奶可以补钙，对老年人来说能够预防骨质疏松。爱生气的人很容易患上甲状腺结节，不过也不要紧张，只要及时调理就行了。可以试试食疗的方法，常吃一种小果子，那就是银杏果。银杏果又叫白果，在生活中很常见。银杏果有很高的营养和药用价值，其中含有多种维生素、微量元素，还含有银杏内酯，具有活血化瘀、促进身体排毒的作用。所以没事呢，吃几颗银杏果，可以增强甲状腺细胞活性，有助消散甲状腺结节。不仅如此，还有很好的通血管作用。不过银杏果有一定的毒性，其中毒性最强的是它绿色的胚部，吃的时候要熟吃才行，而且呢不建议多吃哦。除了银杏果，用蒲公英根泡水喝也有消肿散结、滋养甲状腺的作用，还有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情，这样身体才会更健康哦。大蒜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调味品，但是呢，在疫情期间，有传言说大蒜可以抵抗病毒，所以呢，很多人就会到超市，就会买很多的大蒜回家。那大蒜真的能抗病毒吗？虽然大蒜的提取物具有杀菌抗病毒的作用，但是就目前来说，对大蒜做的相关研究也只是做过动物实验和细胞实验。那么对于能抵抗新型冠状病毒，这个好像还没有什么根据。所以呢，大家不要盲目的跟风。但是呢，吃大蒜还是有很多好处的哦。因为大蒜中含有丰富的大蒜素、氨基酸和酶类物质，具有畅通血液、消除疲劳、抗衰老的作用，所以大家没事的时候吃点大蒜，对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。不过大家要记住，身体差、气血虚弱、腹泻的人是不能够。说到幽门螺杆菌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幽门螺杆菌是导致胃病的罪魁祸首，所以一旦有幽门螺杆菌，就要及时调养。身体若出现3种表现，就可能有幽门螺杆菌了。一、有口臭。如果排除是口腔疾病，嘴里总是有异味、有口臭的情况，就要考虑是不是有幽门螺杆菌了。2、胃溃疡。如果有幽门螺杆菌，会损害我们的胃黏膜，这样就容易出现胃溃疡的情况。3、腹痛腹胀。如果经常感觉到腹痛腹胀、反酸，这些典型的消化道症状也是有幽门螺杆菌的表现。那我们该怎么进行调理呢？可以常吃2种食物。丁香茶。丁香茶是常见的一种茶，丁香中含有丁香油和丁香酚，具有暖胃护胃、修复胃黏膜的功效，对抑制幽门螺杆菌有一定作用，所以经常的喝点丁香茶，肠胃也会更健康。南瓜。南瓜很好吃，营养也很丰富。南瓜中含有果胶和维生素，能帮助修复胃黏膜，起到养胃护胃的作用。所以胃不好的，经常的吃点南瓜也是很好的哦。脂肪肝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吧？脂肪肝的出现和饮食有很大关系，比如喜欢吃油腻的食物或者高脂肪食物，就可能会出现脂肪肝。那今天给大家推荐2种食物，经常吃让脂肪肝不敢靠近你。第一种，西兰花。
西兰花大家都很熟悉了，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。西兰花营养丰富，含有蛋白质、胡萝卜素、多种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。经常吃西兰花能减低体内脂肪，对脂肪肝的恢复有帮助。第二种，银耳。银耳对脂肪肝也有帮助，银耳中含有银耳多糖，能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，促进肝细胞生长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，所以呢，也可以经常的吃一点。如果想要养护肝脏，还要注意不能够喝酒，保持清淡饮食，平时多运动。除了上面这2种食物外，菊花茶、蒲公英根、枸杞等食物也有养肝护肝的作用。对于长期吸烟的人来说，无疑对肺部伤害是最大的。那有些人说吃梨可以养肺护肺，其实最养肺的并不是梨，而是下面这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罗汉果。罗汉果被称为肺果，是一种很好吃的水果，并且呢营养价值高，其中含有大量维生素 C、葡萄糖、果糖以及蛋白质，有清肺润肺、止咳化痰的作用。那将罗汉果晒干泡水喝，可以清理肺部毒素和垃圾，提高肺脏功能，让肺病绕道走。第二种，鱼腥草。鱼腥草的味道比较特殊，可能很多人都不喜欢吃，但是呢，鱼腥草养肺效果是很好的。鱼腥草被称为养肺冠军，经常泡水喝，能够清理肺部毒素和垃圾，减轻肺部负担。喜欢吸烟的人可以常吃一些鱼腥草。除了罗汉果和鱼腥草，多用蜂蜜、柠檬泡水喝也有清肺润肺的作用。不过呢，想要肺部健康，还是不要吸烟的好哦。月经能反映出女人健康的状况，如果月经量越来越少，就会影响卵巢和子宫的健康，严重的还可能会提前绝经。那平时就要好好的保养了，记住少吃2种食物。寒凉食物，女人月经量少可能和宫寒有关。如果经常吃寒凉食物，很容易导致经血运行不畅，加重宫寒现象，那么就会出现月经量少、痛经等问题。辛辣刺激的食物，这类食物呢有很强的刺激性，经常吃会影响女人内分泌，导致经血不畅，使月经量减少，所以要少吃才行。想要保护卵巢和子宫，女性朋友呢可以常用2物泡水喝。第一种，黄芪。黄芪是常见的中药材，有很好的补气养血的作用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，能帮助女性调节内分泌，延缓衰老，对身体健康有益。第二种，玫瑰花。玫瑰花也是一种珍贵的药材，具有美容养颜、活血化瘀、调经止痛的功效。那女性朋友经常的泡水喝，能帮助改善月经失调，养护子宫。月经不调是很多女性会出现的问题，尤其是月经量越来越少，如果不加以调理，很容易导致卵巢早衰。可以常吃下面的2种碱性食物哦。第一种，百合。百合是一种很好看的花，但同样有药用价值。百合属于碱性食物，含有丰富的多糖类、生物碱以及蛋白质。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调节雌激素分泌，保养卵巢，对调理月经有一定的帮助。还有玫瑰花也有调经止痛的作用。第二种，葛根粉。葛根粉也是一种碱性食物，葛根中含有异黄酮物质，可以双向调节雌激素，具有美容养颜、延缓衰老的作用。那女性朋友经常吃点，可以很好的养护子宫和卵巢，预防绝经提早出现，还不发胖哦。除了多吃食物外，还要做好几件事，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适当的运动锻炼，有一个规律的作息，这样有助子宫和卵巢健康，让你更年轻。女人月经量少是一件很令人头痛的事，如果长期不调理，很容易伤害子宫和卵巢，导致人提前绝经。不过不用着急，可以常吃3种食物帮助改善。第一种，红糖。红糖对女性非常有好处，有活血化瘀、暖宫、排毒的功效。月经量少的人经常吃一点，可以帮助改善月经不畅，养护子宫和卵巢，让你更加年轻。第二种，黑枣。黑枣是好吃又营养的食物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蛋白质以及微量元素，有补气养血、活血化瘀的作用。经常吃一些，子宫会慢慢变好，也能够帮助改善月经量少的问题。第三种，红豆。红豆也有很多好处，红豆有活血补血、温暖子宫的作用，所以月经量少的经常吃些红豆，可以帮助保护卵巢，月经恢复正常。除了这3种食物外，也可以常喝玫瑰花茶。玫瑰花茶有调经止痛、美容养颜的作用，对女性也是非常好的。听说只有养成好的习惯，才能让人长寿。其实下面这3个看似不健康的习惯，也许也能够让你延长寿命。习惯1：晨起不着急叠被子。
很多人认为早上不叠被子是一个不好的习惯，其实这样将被子摊开一会儿，可以减少被子上的有害物质，对身体健康有帮助。所以大家起床后可以先忙别的，不用着急叠被子。习惯2，站着吃饭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吃饭呀都是坐着的，其实站着吃饭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，因为站着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帮助食物消化和吸收，对肠胃健康也有利。习惯3，长伸懒腰。伸懒腰在有些人眼里可能是一个很不雅观的动作，但伸懒腰却有很好的养生作用。经常伸懒腰可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，消除人体疲劳，而且还有养护心脏的作用，可以说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上面这3个坏习惯，如果你都有的话，相对来说呀会更容易长寿哦，别再以为这是坏习惯了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